宋婉婷能够容忍陈宇飞碌碌无为，但不能容忍他毁掉吉庆堂的招牌。既然陈宇飞的无能已经给吉庆堂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，那就必须把他开掉。而对整件事情进行核实，也是集团辞退必须经过的流程。因为按照集团跟员工签订的合约，一旦员工工作中出现重大过失，给集团带来重大损失或者不良影响，集团就可以立刻单方面解除合约，且不需要支付任何赔偿金。陈宇飞作为吉庆堂的总经理，全面负责吉庆堂一切业务。而昨天有人拿着价值2000万的北宋铜佛，出价几十万要卖给吉庆堂，但他却将对方拒之门外，以至于拱手送走2000万，这绝对算得上是重大过失了。而且陈宇飞也是自己作死，他自己录的视频，而且自己把视频传播出去，这就等于完全坐实了自己的失误，完全没有半点反转的机会。于是就在陈宇飞还盼着这件事不要传到宋婉婷耳朵里的时候，宋氏集团的人事经理就已经来到了吉庆堂，与人事经理一起来的甚至还有集团的法务。此时一个客人都没有的吉庆堂里，只有几个伙计撑着门面。本来今天有不少人跑来找陈宇飞，大概率也是想看陈宇飞的笑话，但陈宇飞躲在办公室，谁也不愿意见，大家便也就慢慢散了。见到集团的人事经理和法务人员进来，几名伙计还以为来了客人，一个个无精打采的说了一声欢迎光临，便又都低头各忙各的。人事经理环视几人，开口问道：你们经理在吗？其中一个伙计说道：我们经理今天不见客人，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。人事经理冷声道：我是集团人事部门的负责人，有事要见你们陈经理。集团的？那人看着人事经理满脸惊讶。吉庆堂在整个宋氏集团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店面，这些人平时甚至根本见不到集团来的人，更不用说整个集团的人事负责人。人事经理直接拿出自己的工牌，递到对方面前，开口道：麻烦通知一下你们经理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当面跟他谈。那伙计不敢造次，连忙说道：您稍等啊，我去我们经理办公室看看经理有没有在忙。说完，他赶紧快跑几步来到陈宇飞办公室门口，也顾不上敲门，便直接推门闯了进去。陈宇飞此时正私聊让古玩界的同行帮忙把视频删掉，但那些人眼看视频的流量越来越大，说什么也不愿意删除，甚至有的人压根不回他要求删视频的信息，信息不回，电话不接，却被他发现对方一直在视频底下回复网友的评论，而且还在评论里把自己嘲讽的一文不值。正在气头上的陈宇飞眼见门被伙计推开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厉声呵斥道：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谁也不要进来烦我，你听不懂？那伙计连忙说道：经理，外面来了2个人，其中有一个说他是集团的人事经理，等着要见你呢。陈宇飞惊呼一声：我操，真的假的？集团的人事经理？对，伙计点头道，他是这么说的，真的假的我就不知道了。陈宇飞心中暗叫糟糕，人事经理这时候来找自己，肯定不可能有什么好事。想到这里，他对张二毛更是愤怒无比，连忙对那伙计说道：你先出去，把他们安排到贵宾室，告诉他们我马上就过去。伙计点点头，好的经理。说罢便转身走了出去。陈宇飞立刻给张二毛打去电话，电话一通，他便怒斥道：张二毛啊张二毛，你他妈可真是害惨我了，现在集团的人事经理都来吉庆堂要见我，我怀疑他们大概率是要把我原地开除，你要是害得我没了工作，把这件事情抖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馊主意是你出的。张二毛一听这话顿时就炸了，他愤怒地说道：陈宇飞，你他妈说话办事要讲讲良心，我搞这件事情的初衷也是帮你把周良运从古玩街挤走，我没收你1分钱也没吃你1顿饭，没想到你现在还反咬我一口，你他妈也太不讲江湖道义了。陈宇飞气恼地骂道：去你妈的江湖道义，你他妈没有这个金刚钻就别揽这个瓷器活，
东西是你选的，我说那些台本也是你写给我的，本来这个脸就跟你去丢，结果我成为全行业的笑柄了。你就记着我的话，张二毛，我才不管你是洪五爷的人还是谁的人，我他妈就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，吃喝拉撒，你敢断我的财路，我就跟你拼了。说着，陈宇飞语气阴毒地威胁道，你也不要觉得我之前叫你一声二毛哥就是怕了你了，你那点底细我还是知道的，不就是给洪五爷当个师爷吗？洪五爷要知道你水平这么差，怕是也会让你卷铺盖滚蛋的。张二毛被陈宇飞骂了一通，非但不敢反驳，反而感觉后背一阵发凉，是真没想到自己原本想着一件事能成就2个人情，结果竟然是一件事竟然接连遭遇反噬。肖长坤要跟自己翻脸，陈宇飞竟然也要跟自己发翻脸，而且同为打工人的陈宇飞一句话就说到了张二毛的软肋。如果这件事情真的传到洪五爷的耳朵里，别的什么都不说，就自己这个做局的人反把自己做进了局里的骚操作，就足以让洪五爷对自己失望透顶。万一陈宇飞真把这件事情抖出去，自己的名声也就完了。想到这里，他赶紧陪着笑道，宇飞，你先别着急，一切不如等你见完你们的人事经理再说。你放心，如果他们真的要开除你，我也会帮你想办法的。陈宇飞反问他，你能帮我想什么办法？难不成你还能帮我去跟宋小姐求情吗？张二毛一时语塞。宋婉婷是宋氏集团董事长，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社会地位，都远在洪五爷之上，就连洪五爷都未必能在宋小姐面前说上话，又更何况自己。一向聪明的张二毛此时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，他愈发的后悔自己做出的这一系列错误决定，甚至控制不住抬手猛抽了自己好几个大嘴巴。这时那伙计再次推门而入，紧张地说道，经理，那个集团来的人事经理说了，3分钟之内必须见到你本人。陈宇飞烦躁至极，不耐烦地说道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，我一会就来。说完带那小弟出门，陈宇飞便对着电话恶狠狠地威胁道，张二毛，我现在要去见集团经理了，如果他真的是来开除我的，我当场就会把事情真相说出去，死也要拉上你一起